大家好，这个月的大事基本上都安全落地了，川普正式签署了和伊朗的停战备忘录，而且这个周的 AI 基建股真的是喷发了啊，太爽了！联准会的沃什终于讲话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的结论就是，不管现在到年底大盘有什么波动，现在就是老手继续持有，新手继续布局的好机会。我上一集也讲过，从现在开始到7月、8月份都会非常好。今天还要重点讲一下存为王啊，记忆体为王。每个投资 AI 基建的朋友必须长期持有的板块，就是美国、韩国、台湾、日本的记忆体产业类投资，这个非常重要。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股票代码和投资策略不代表投资建议，你要抄笔记需要自己深入研究。今天的稿件其实我昨天都已经写好了，没来得及拍，但是我已经发文了，告诉大家我不担心，十分看好。大家要多多关注我的 YouTube 帖子、Instagram 或者是脆。要认准蓝色勾勾标记，没有任何群，没有任何助理，防止诈骗。先说最底层的经济政治宏观大势，只要你这个趋势判断正确，无脑买入，无脑定投0050、SMH、SOXX、VOO、QQQ 这种指数，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如果继续进阶一下，配置一些 AI 产业龙头，那未来2到3年那就是非常发达了。具体的个股会在后面讲，先说财经政治非常重要，就是联准会沃什讲话。我看很多博主都说沃什讲话是偏鹰派之类的啊，股市要跌，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他是要降息。历史上每次联准会主席讲话，市场当天都会大跌，沃什也一样。但是我认为沃什未来的政策将会是大大利好美股，尤其是2027年的股市。我不讲那么多，我只说和我们投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沃什说他要改变联准会以前的数据来源。以前联准会使用的是非农 CPI 来判断通胀，但这些数据都特别滞后，而且里面的杂音非常多，就像开着后视镜开车。所以鲍威尔时代的美联储并没有把美国的通胀压下去，还经常加息，一加息股市就大跌。沃什在发布会上就说他要建立新的工作组，要使用新的市场数据，而且要用 AI 来分析，要实时反映市场的情况，之后再研究是否是加息。之前的美联储点阵图概率啊什么都不重要，他说这些点都是带着橡皮擦的铅笔画上去的，意思就是随时都可以改。所以重点就来了，如果沃什他想要用新的工作组来使用新的数据，实时反映美国的通胀数据，这对我们都是利好，因为我们找到这种数据就可以提前判断市场的通胀，而且可以提前判断出美联储是否未来要降息。如果降息了，这个股市、黄金都会涨。那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沃什说要用新的数据，那这个新的数据是什么？这个我也研究了啊，所有的 YouTube 博主、财经博主、市场独一份，他们都不知道。他的答案就在2026年4月21日，沃什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到，你用什么方式衡量通胀？沃什原话就说，我更偏好的指标是 trimmed averages， 修剪均值。他会剔除所有尾部风险的一次性冲击项目。我最关心的是底层通胀趋势，而不是因为地缘政治或牛肉价格等一次性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这个是原话啊 ，trimmed averages。修剪均值是什么？修剪均值就是要排除每个月美国最极端的某些商品的暴涨，比如因为战争导致汽油暴涨，或者是因为缺少饲料导致鸡蛋暴涨，或者是因为数据中心建设导致记忆体价格暴涨啊，这些因素都要去掉。修剪均值这个数字可以在达拉斯储备银行网站上公布，网址我就放在置顶留言里面。在这个最新的数据里，鲍威尔看的是 PCE， 这个数这个月都 4.8 了，一看就是要加息，所以股市之前就因为加息的传言大跌一波。但是沃什说他喜欢看 trimmed mean， 这个数字就是 2.3 啊，这个非常非常低，就说明他未来不会加息。在发布会上他就说他要保持 2% 的美国通胀目标，而且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下周正式开放，那石油价格下降，他就会把这个 trimmed mean 降到 2.0 以内。有人说这是我的猜测啊，并不是，因为你要学好英语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沃什讲话。魏什在会议上就提到了2次 uneven 啊，就是不均衡，就说这个市场的通胀它是不均衡的，有的便宜有的贵。他认为美国有通胀，但这个通胀是因为不均衡的产品而导致的，就比如战争导致的石油暴涨。从这里面来看，他真的是
很可能会使用 trimmed mean 作为衡量通胀的标尺。总结一下，我推测沃什大概率是想要找出新的数据、新的模型，给自己降息找出数据支撑。如果这样的话，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石油大降，那2027年可能就会出现降息的预期，股票市场就会大大受益。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我是乐观的，你也可以说我不对，但是要记住一句话，悲观的人永远正确啊，你都是对的，但是乐观的人都是赚钱的。在战争期间，股票跌到最底的时候，我乐观，到现在我也是坚持乐观，而且我都赚钱了。接下来就要讲这次 AI 周期发财的重点，就是存为王记忆体为王。我认为现在的股票策略里面绝对不能缺少记忆体的投资。这个逻辑就是在 AI 时代永远是缺内存的，缺记忆体的。你的手机里的相片永远内存都不够，手机从1个 G 到现在1个 T， 而未来机器人要像人类一样的工作，那必须要有无上限的内存。而现在记忆体的需求趋势，我认为也是刚刚开始。这个月还剩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6月24日美光的财报。现在美光的股价已经涨得非常高了，所以很有可能因为市场期望太高，6月24日美光的股票大跌。它一大跌就会带着其他的记忆体股票下跌。如果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机会，但也有可能涨未来谁都不知道，不知道市场会怎么反应。但是大家注意，6月24日是一个接下来6月份最重要的时间点。这个点如果顺利通过的话，那7月份会非常好。投资记忆体核心企业就是韩国的海力士、三星，美国的美光、SNDK， 日本的凯霞。海力士6600，三星电子5930，这两个是最纯粹的 AI HBM 记忆体股票，它俩的市场占有率是 80%， 美光也是，它是占 20%。8月份海力士要在美股上市，我上集就分析过，如果上市，按照非周期股票估值，在美股的价格是现在韩国股票的3倍。我认为有很大的概率，按照美国纳斯达克估值，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也会带动韩国股市一起大涨。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时机，提前布局。而且最近几个月我都买了一些机构的研报，总结来看就是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的 HBM 业务，在2028年以后，每年都会有 50%到70%的增速，非常厉害。除了英伟达这个 Vera Rubin HBM 的需求之外，下一层记忆体就是 DRAM。而且现在有个现象就是这个 DRAM 的利润率是暴增的。大家看这个图紫色的就是25年 HBM 各大厂的利润，在26年这个 HBM 就变成了橙色，到26年 HBM 就下降了。它不是 HBM 收益在整体记忆体中下降，而是因为这个 DRAM 的这个价格涨得是非常严重，利润率太大了，它把这个分母做大了，就导致 HBM 的这个收益在整体记忆体中出现下降。美光就是大量生产 DRAM 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司，而 DRAM 在2026年营收出现5倍以上的增长，整体的需求非常大。DRAM 之后就是固态硬盘 NAND， 这个厂商主要包括三星、SK 海力士、SNDK 和日本的凯霞，美光也有。固体硬盘全行业的营收在2026年暴增112%。总的看来，记忆体的食物链的顶部收益是最多的，利润率是最高的。他们所有的厂商现在都控制产量，即使现在的产量翻1倍，也是满足不了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但是整个市场现在还以为他们是周期股，大家都不敢买，存在认知误差。所以记忆体板块配置就需要先选顶部公司，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第二梯队可以选 SNDK 和日本的凯霞。之后就可以进入了第3梯队，就是台湾的2344、华邦电、2408、南亚科。我看很多朋友就留言，什么华邦电、南亚科涨了这么多，吓得都卖了现在后悔了。这两个台股就是跟着一线的三星、海力士、美光，只要他们的利润率持续上升，他们的股票价格持续上涨，全世界都需要继续盖数据中心，他们两个股票也会持续上涨。所以有时候上涨的时候你也不用怕，要拿住。接着除了以上记忆体的核心股票之外，还可以进行2阶配置，就是用于 HBM、NAND、DRAM 的封装公司，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规律，就是这些股票就是台积电、日月光、美国的英特尔，还有一个叫艾克尔 AMKR 可以多看看，寻找一些合适的机会。它和英特尔一样，
都是美国的封装厂，这个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川普就要大力发展美国的封装，美国会举全国之力把他们都打造成美国的台积电。虽然这个梦想是好的，但是大家要记住，如果成不了第一，第二也是可以的。现在就有新闻出来了，苹果就要和英特尔一起研发芯片，而且 AMKR 要接台积电的外延订单。像台积电的这种技术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断的有厂商去找你合作，你不断的试错，研发这些晶片的封装的技术，慢慢的试，最后你都会实现自己的一些护城河的技术。必须要有客户来帮你，现在苹果就来帮英特尔了，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啊！只要不断试错，英特尔未来会成为美国封装的一个一线厂商。所以英特尔跌了，大家也不用怕，尤其是财报的时候啊，大跌的时候就是机会。接着就是第三阶梯，就是生产制造封装和测试记忆体的设备和其他配件的公司。设备有美股的库利索法 KLIC， 泰瑞达我以前也讲过 TER， 应用材料 AMAT KLALRCX。 台股的测试龙头包括力成6239、京元电子2449、智茂2360、群联8299。这个第三阶梯啊，它是食物链的底部，利润肯定是比这个第一阶梯的龙头股要低很多。但是要记住，一人成仙，鸡犬升天，他们也会非常非常好的。以上讲了这么多股票，很多新手嫌麻烦，我认为可以关注 ETF、SOXX、SMH 再加 ETF DRAM， 这个大家问的很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可以配置。台股可以配0050，再加上我说的核心3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到现在还看好记忆体板块，从数据来看啊，我认为 AI 革命的未来前途还是一片的光明。现在的好股票价格都很高，都被高估了。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分析的影片，面对这种的情况，在除了大跌的时候入手，剩下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慢慢的定期定额存股。而最重要的是啊，你买的这些股票现在还没有到卖的时候。2027年、2028年都是非常辉煌的2年，所以啊，这些核心的股票你一定要拿住啊。讲到 ETF，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研究和交易半导体的 ETF 方法，我都是在木木上做的，刚好可以3步走给大家看清楚，就是发现、分析、下单。第一步，发现 ETF， 在木木 APP 中点开 Markets 市场，选 ETF， 可以按照主题筛选，半导体、AI、记忆体、机器人都有现成的分类，不需要自己去 Google 半天。比如选半导体分类 SMH、SOX， 还有相关的记忆体主席 ETF 都会依次列出来，旁边有当天涨跌、过去1年的表现、规模、费率，一页都看清楚。第二步，深度分析。SMH 跟 SOXX 都是半导体 ETF， 但内容差很多。SMH 前3大持股是辉达、台积电、博通，集中度高。SOXX 平均化一点。木木的 ETF 持仓透视可以让你直接看到每一只 ETF 的完整持股、权重排序、产业分布。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在这些 ETF 里面到底有多少权重，这对我们做记忆体投资的人是关键信息。我会用这个记忆体确认买哪一只 ETF 真的能压到我看好的 HBM 龙头。第3步下单，美股 ETF 在木木上是零佣金，更重要的是支援碎股交易。SMH 一股要$300多，但是你可以从$10开始购买，小额定投完全没问题。刚刚我讲的定期定额存股就用木木的定投功能，每周和每个月自动买入，不用自己手动下单，最适合我们这种长期布局 AI 周期的策略。如果对进出场有想法，还可以叠加跟踪止损这种高级订单，设好条件，系统自动帮你执行，不用整天盯盘。新加坡开户的朋友还能享受我频道专属的优惠，在 APP 搜索栏搜索专属福利，然后加入我的入金码 Nicholas88， 就能领取价值1200新币的专属奖励。点击链接在我的评论区都能领取。感谢大家，我们继续讲。18日川普发文，意思就是要敦促芯片制造在美国生产，大力喊了美光和英特尔，所以昨天他们都大涨了。我之前在影片中也一直讲过，一定要配置美国生产制造的芯片股仓位，以防止任何关税和政治风险。最后再讲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资心理。选股选对了，离你到达财富自由，离你发财只完成了50%的距离，还剩50%，你必须要拿住啊！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面对这么多信息，大多数人都是将信将疑，不知所措。即使我告诉你一个股票非常好啊，你自己选了一个股票涨得非常多，你也很难拿到最后。
股票投资就和人生一样，最残酷的地方是你永远看不清未来，所有的信息都是残缺模糊的，你根本不知道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上大学读了这个专业，以后会飞黄腾达吗？我嫁给这个男生，以后会幸福吗？我开了一个奶茶店，以后会赚钱吗？这个全都不知道所以投资和人生它不是像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一样，你一眼望去大势了如指掌，随时指点江山，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更像是德州扑克，你看到的信息永远是不全的，必须从有限的信息中推理出概率高的那一局，然后大胆下注。但是又要控制仓位，不能 all in， 因为有时候你玩德州扑克，即使你拿了一手好牌，也有可能会输。一旦你输光了，就只能下桌，再也玩不了了。所以到现在这个节点，60天战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沃什讲话， AI 又继续发展，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说实话，短期来说都不知道。但根据我目前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我可以推测，有非常非常高的概率，美国会继续大力开采本土的石油，再加上海峡开放，原油价格会大幅下降，而且很大的概率会下降到比开战之前的价格还要低。而这个时候，沃什不会大力加息，而这些事情都会反映到新的数据源里面。沃什他研究了新的数据源，他就知道这些数字已经反映出经济已经在转好，他就不会大力加息。另外，在2027年、2028年，这个机器人会慢慢上市， AI 的使用率提高会导致生产力的提升，这个时候大量的产品就会涌入市场，物价就会下降。同时在 AI 转型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白领裁员，蓝领逐渐起飞。转型过程中会有一些阵痛就会产生不确定。在今年底到2027年，我认为美国会大概率进入降息空间。按照这个逻辑来看，韩国、台湾、美股都将继续大大收益，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资金存在手里防止黑天鹅。黑天鹅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外星人进攻地球之类的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黑天鹅。投资短期看的是运气，长期是看的概率。悲观者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在模糊中敢于行动，并且为自己的判断大胆下注的乐观者才是真正赚到钱的人。好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多多给我留言，我会选择最有价值的问题做影片回答。木木的开户链接在我的置顶留言信息栏里，还没有开户的朋友，请用我的链接开户，领取开户大礼包。打开 YouTube 上的小铃铛，可以看到我经常发的 YouTube 帖子，也可以关注我的 Instagram， 还有 Thread。注意，我不会主动联系你，我也没有群，也没有助理，拉你入群的都是些骗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感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